你新手你不要去搞那什么极限操作，你就是去抱好财团的大腿，这样就好了。像永保安康啊，没什么风险。如果他盖了这么大规模的百货公司，后面都还落赛，会怎样？不会怎样。不会怎样，毕竟你再烂，那个都是百货公司附近的走路就会到的房子，公寓又如何？一间百货要维持营运，起码300人上下班，300人是正职哦，再加一些什么来支援的约聘的工读生哦，加一加1-2000人来上班，基给他一个就简单呢。对，你就在旁边有房子在出租，很简单就会租得出去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不会说真的就是里面的高管干部就这样兴冲冲跑来跟你租房子，多的是谁？供应商在租，他们怎么租？他们租你的房子来干嘛？来做仓库，真的是做仓库，这种最好。我跟你讲，他一样是付完完整整的租金，然后他就是附近百货专柜突然要什么，他就要赶快调得出货，然后就你那个那么近，他就来跟你做仓库。专柜的货也还好，就几箱东西这样堆一堆，那真的会被拿来做仓库，这不是最好了吗？你的租客长期又稳定，然后基本上也不在里面用水、用电、用火，那就用来做仓库去租给他们，爽爽。自住房子最重要的生活技能，掌握人口红利，买房不踩雷哦。先说结论，最强的生活技能是百货公司哦。只要你买在百货公司旁边，该有的生活技能都会有。除了那个三井的 Outlet 以外，就算没有，它也会很快生出来。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打造退休宅要注意什么。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自住房子最重要的生活机能。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买房周围一定要有诊所、超市，过来人更推2点，有钱买不到。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网友在 Threads 上发文说，他觉得自住的房子一定要有3个机能，就是诊所、超商跟卖场。他这强调了医疗、交通跟便利设施的重要性，然后问大家觉得怎样？那底下就冒出很多回答，公园啊、学校啊、图书馆啊、咖啡厅，各种回答这样。那我的看法是，这些生活机能当然都是机能那最重要的是人要多，人口密度要够高，商人是逐利的，所以你要有那个人才去支撑得了那些店，把它开起来。这些你想要的，它都会开起来。所以你的思考点应该要放在当地的人口成长状况，例如说，在人口不断外移的情况之下，就算你现在挑的地点，什么全联、麦当劳、咖啡厅都有，它还是可能会倒掉。所以我在看自住的房子我就会去考虑附近有没有新建案要盖，如果有的话，就是会持续带来人口迁入，那当地的生活机能就有机会再被强化一轮。所以你要知道最强的生活机能是什么？那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个最强的生活机能这个最强指的是它可以间接帮你来带来一堆生活机能就是它带入机，它进来什么东西就进来了这样。我的判断是百货公司好，为什么是百货？首先就是百货会带来大量的工作人口，至少1000名，不是说正职就有1000名，而是说那个百货里面的餐厅工读生那些通加一加，靠这个百货生活、吃饭、工作的会超过1000名。然后百货开了，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什么咖啡厅嘛、星巴克什么的。然后超商、全联、麦当劳这些东西都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新店玉龙城出现以后，当地新店的房价会暴涨的原因。就真的不是什么投资客那边炒作，而是当地的生活机能就向上提升了一大截，那自然想要住那边的人就会变很多，造成房价推高。也就是说，你要挑生活机能好的地方，你就应该要选百货附近。就像是我这支会员影片拉拉 port 会开在凤山，这个又要暂停说一下三井不动产这个集团日商那个5大商社之一那三井不动产它在台湾有经营2个牌子，第一个是拉拉 port， 拉 port 开在哪里？市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三井 Outlet， 它开在哪里？郊区。靠什么？靠 Outlet， 靠那个露天步道。那我一开始就有提，除了这个以外，我说 Outlet 了，开在无期，有点怪怪的，就是准备拿钱来赔才有办法啦，做长线的。那像高雄拉拉 port， 这就开在市区的拉拉 port 就很好啊，它预计带来的工作机会是2500个。因为它6万坪慢慢逛，什么店都有这样。你现在要进去都还来得及而且它预计2026年完工你可以先看我这支影片帮你做功课，然后你再去附近看房子。那最后你要知道，从化区的生活技能要等。当我们在讲生活技能的时候，就会讨论到从化区，什么野狗比人多。那从化区就是因为没有生活技能，所以建商在初期便宜的卖给你，就没有生活技能嘛。这件事情你也知道。那我要提醒你的是，从化区是有所谓开发顺序的，就是说现在政府弄了很多从化区在那边
标售没错，但是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规划的，就是先把资源放在哪个重划区，然后再放哪个重划区，这样意思是说，虽然我们现在看重划区的奈良遍地开花，然后每个重划区都建商在推案，好像看起来都可以买，但其实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弄10个重划区，10个重划区同时都在放资源，它有自己的先后顺序。那这个顺序是什么？你要自己观察。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自住的房子，然后期待政府来强化这个重划区的生活机能，然后帮你盖学校、盖图书馆等等，那你就要去研究都市计划，这样你才知道接下来政府是要怎么下棋。那你现在看好的地方，是不是它之后会有旗下在这边？这样你才有把握这个地方的生活机能能够快速发展。不然你就是要像我刚才说的，直接买在百货附近哦，蛋黄区开百货公司就直接买附近，贵了哦，但是什么都好了，那这种地方就算政府不去顾，民间投资也会去顾，甚至可以说民间投资的速度都是比政府还要快非常的多的。一个百货公司通常就是开在那个都市里头最蛋黄的区域，这个我想不用讲，你光看台北，你光看桃园哦，它就算现在不是蛋黄，日后也会逐渐变成蛋黄。就像那个青埔刚开始那个什么华泰名品城，不是也都说没人要逛或者什么，现在是不是就变得牢不可破，变成青埔最重要的生活机能的地方，就是这样。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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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说
旧市区的房子生活机能比较强，但是很贵嘛。那旧市区蛋黄区，尤其是百货公司旁边它最可能出现的最便宜的东西是什么？最便宜的房子是什么？又来了，公寓，真的就是这样公寓。那像那个拉拉 port， 它附近然后什么大楼，要么军宅要么就公寓。那公寓还4层楼而已然后屋龄随便给你40几年这样，怎么办？我说自住那个生活机能好，结果它产品是公寓，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看我的封面标题写什么？收租嘛。对，我自己还是认为说，你还是去住电梯大楼。然后，如果你自产要收租的话，选公寓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你也不要觉得对不起人家，原因是人家就来这里上班工作的嘛。上班工作不就靠百货公司，他只要有个地方吃饭睡觉就好了。就跟我很多那个北漂的同事一样，不会计较那么多，就是离公司近，他好处理，好停机车，大概这样就可以，适合自产出租，因为那是蛋黄区里头最便宜的房子。我很看好百货公司真的很看好。高雄现在有2个注目的百货公司，第一个就是那个富邦奥兹迪 BOT 案，这个我会员影片有拍，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拉拉 port。那当然我知道你要讲凤山还有一个空中凤城，空中凤城这个八卦讲一下，空中凤城就是凤山站那边盖了一个看起来外观是蛮秋的、蛮帅的东西。招商挂零，这么大的场域招商挂零，那挂零我们各种小道消息们问来问去听来听去，结果说是这样。空中凤城谁盖的？台铁盖的。台铁，请问他是大业建筑的专家吗？怎么是？所以他就按他的意思盖，盖完之后有一堆行业不能进去，比方说餐饮，这是我听说的这个我不保证正确，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蛮有道理跟你分享一下。不然你那么大一个新的商场，没有人要进驻，这不是很奇怪的事？那当然你要说因为大家都在等，厂商都在等那个2026的拉拉破开幕，所以空中凤城没人理他。但我听到的事情是这样，就是台铁盖出来的建筑物让厂商没办法去用，像餐饮是这样餐饮要进去，它的后厨的部分要流水线，要怎样垫高，对不对？垫高，你去看那些包含一些什么丸龟字面，百货不是一定会有吗？你去看他们煮面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垫高一个台阶，他们油水分离这样。那你一个地方如果要把它弄成美食街，每一家都要垫高，不然你就是全部都垫高，然后再来隔给大家用。如果说那个建筑物载重不够，就变成餐饮不能进去，我们杀小。然后再来是影院电影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引流量。你说电影院本身哪有什么在赚钱？可是商场都很欢迎，因为电影一开它就可以吸引人来绑住2-3个小时，他之后总会吃饭要干嘛，影院也进不去。因为影院说最低要求楼地板高度说要8公尺，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场域，这个就是外行做事情就变成这样。所以他盖了一个新的商场，但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用，因为都不符合规范，那就变成空在那边。再加上旁边有一个拉拉 port 即将要开幕，要人家也去那里，拉拉 port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再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商用的建筑物，它每日的油水的量是固定，我忘记那个叫什么油脂槽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你这一栋大楼新的商办大楼，你每天能够处理的油的容量是固定的，真的是固定的。所以说就变成说不是餐厅你想开就能开，是大家开在这里面的才能一起要来 share。 然后像海底捞它至少要700平的面积，那它就会用掉一大部分的那个油的容量。各县市的法规又不一样，台北市最严格，就会变成说台北市的新的商办百货公司里头的餐厅的数量就没有办法那么多，就很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开不起来，是因为硬体建设上它就没办法。然后被烫过的建商都知道，以后就是盖好盖满，你要开餐厅都能开。结果你看台北行之有年，到高雄的台铁自己在盖，又自己在发包，又出这个纰漏，所以就变成说没有什么餐厅能够进去。所以空中凤城现在变成什么？夹娃娃机，夹娃娃机最没差，它又不用什么水，又不用什么油，不用什么电，也不用什么乐园的问题。哎，不懂了，我扯到这干嘛？总之就是说，蛋黄区百货公司附近就票房保证就对了票房保证。我自己会建议说，新手在自产自产的意思不是说你买第一间你要自己住，而是说你自住都解决了，你现在真的要把钱放在房地产，你在自产，你是新手，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就做百货公司就好了因为这是新手在用的，新手处理这个东西不会失误。你做从化区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我比方说套一大堆人的淡海新市镇，对不对？淡海新市镇说什么淡水捷运最后一个站，然后里面还有影城里面还有全家这么大的社区，看它发展有起来吗？没有啊，对啊，这就是从化区你会遇到的状况跟问题，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你要避开这个问题，就让它去贵，就去买蛋黄区附近的最便宜的东西，比方说公寓。我是不喜欢套房，因为套房有贷款的问题。那公寓，蛋黄区附近的公寓，像那个拉拉 port 的凤山拉拉 port 即将要开幕的旁边的公寓，40几年不买来等都更吗？而且它又适合到 TOD 的建筑奖励，就是说
走路到最近的交通捷运站，在500公尺内还400公尺内，那之后都更的话有容积奖励，反正政府现在要再推 TOD， 以交通为核心去做商办去做干嘛，然后附近一圈里头都给你那个容积的奖励。如果你要都更的话，你看南港是不是这样？南港捷运、南港高铁上面就是可以盖高高的办公大楼、百货公司、饭店都可以进去，这都会外溢到附近，他们都吃到容积奖励。所以说，你如果是买公寓来自产收租等都更的，那你就要买离未来捷运站很近的地方，很理想啊，那边都很便宜啊。那边卫武营什么迷迷村，那都40几年了，买来直接收租，放生出租你要隔套，我是认为那个价钱没有什么好隔套，会变成说你买那一间也才可能300-400。然后隔套下去，以现在的工跟料要250，算了，你拿得出这250，干嘛不再去买一间？会变成这个样子，给你参考。我自己是对新手的劝诫，就是你买百货公司附近最便宜的房子，这超安全的，这基本上可以保护你的晚年生活。而不是说你去赌一个那个淡海新市镇那种新兴从化区，跟你说这边900多户，然后怎样怎样电影院，你去啊，那去被套到现在，你不如就是安安分分的去百货公司。为什么百货公司旁边这个有道理？这也是抱大腿策略，就是说，你看你买一间中古屋或一间预售屋，那不是1000多万的东西，你就要算来算去，算到爆，评估贷款，评估投报率。弄到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人家投一个百货公司，你看人家要多少钱？几十亿呢？几十亿不用算，整个部门都在算，算出来发现说还是有机会会赔钱，但赔钱几率实在很低。然后他们的周期都很长，他们周期直接往后看15年。我们房子已经比股票的人走得很远了，股票大概1年就叫长期投资，我们房地产现在都是5年。人家商场一个营运给它盖下去15年的眼光，甚至那个是 BOT 案的话70年。我要表达的是，人家功课都帮你做完，该用的计算都帮你算完了，风险都帮你评估过了，你还不去报？对啊，不会有一个财团专门盖一个百货是专门用来干嘛？用来赔钱的，不会嘛？对啊。所以他左算右算东算西算，终于决定要给他盖下去。那就是趁他的光环，就是买旁边最便宜的房子来做出租。那这样子对新手来说非常的 friendly， 非常的友善。你新手你不要去搞那什么极限操作，你就是去抱好财团的大腿，这样就好了。像永保安康啊，没什么风险。如果他盖了这么大规模的百货公司，后面都还落赛，会怎样？不会怎样。不会怎样，毕竟你再烂，那个都是百货公司附近的走路就会到的房子，公寓又如何？一间百货要维持营运，起码300人上下班，300人是正职再加一些什么来支援的约聘的工读生加一加1-2000人来上班，寄给他的一个就干单对，你就在旁边有房子在出租，很简单就会租得出去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不会说真的就是里面的高管干部就这样兴冲冲跑来跟你租房子，多的是谁？供应商在租，他们怎么租？他们租你的房子来干嘛？来做仓库，真的是做仓库，这种最好。我跟你讲，他一样是付完完整整的租金，然后他就是附近百货专柜突然要什么，他就要赶快调得出货，然后就你那个那么近，他就来跟你做仓库。专柜的货也还好，就几箱东西这样堆一堆，那真的会被拿来做仓库，这不是最好了吗？你的租客长期又稳定，然后基本上也不在里面用水、用电、用火，那就用来做仓库去租给他们，爽爽的。我前辈是这样我看了我都很羡慕。百货公司旁边真的是整个进可攻退可守，比较贵没错，去买它最便宜的东西。对啊，那个百货蛋黄最便宜的东西也会比从化区的新大楼还要再便宜一点从化区新大楼会盖大坪数，就会变成那种正3房、正4房那东西就不会便宜了。那百货附近还会有那种蛋黄区，还会有那种2房的公寓4楼盖的里面的3楼之类的，我觉得很不错。你没有看过，你可以去看一下。那真的是个长期自产收租等都跟绝佳的标的，它就在百货旁边，给你参考。